在上一集谁更适合飞，我们比较了属于载体客机的737以及320，当中我提到了国民车及现代车的概念，也比较两者的优缺。不晓得观众觉得哪一架客机更适合你？而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下一种客机，也就是上一集提到的广体客机。广体客机，我相信有不少人都知道嘛，大多数人对它的定义就是又大又宽，有双走道等等。像是无人不知的空中女王747，比747晚几年出生的空中巨无霸 A380，这些都是较有名的广体客机。但今天的重点不在于他们两个，而是要来介绍另外一种广体客机。谁更适合飞？第二集将会带你认识梦幻客机以及它的竞争对手。那么今天比较的客机787 vs 350，谁更适合飞呢？老样子，我们先从基本资讯开始。787昵称梦幻客机，是波音于2003年计划推出的高燃油效率广体客机。有趣的是，787计划一开始的名称717，对外界多次猜测是否有不同的意思，像是 efficiency 有效率，或者 environmental friendly 环保等等。但后来被波音打脸，这些猜测就只是8的英文单字 8的1而已。787的机身长度56.7到68.3公尺，翼展60.1公尺，最大起重量227.93公吨至254公吨，标准载客量788为240， 789为290， 780为330，巡航速度 0.85 马赫，航程788为13530， 789为14010， 780为11730，引擎选择的部分有 GEnx 的 1B 或者是 Trem 1000。复合材料是787的主要核心卖点，也是首架使用此材料的客机。复合材料的优点是直轻、高强度、高刚性、耐腐蚀以及设计自由度较高，应用在飞机制造上非常完美，但缺点是涂装容易脱落。787也是波音第2款使用线传飞控的机型，并且全机朝向电气化发展，包括使用以太网络作为机内的讯号传输，刹车系统使用电动取代液压，机舱空调空气从引擎压缩空气变为电动压缩机等等。A350 作为787的对手，一样使用了复合材料制造机体，而我们现在所知的 A350 是更新后的版本，又叫做 A350XWB， 但在这个版本之前的 A350 就只是 A330 的变体而已，沿用 A330 的机身，只有8排座位，也只有机翼采用复合材料。如果当时空巴未听取外界批评并改善，那么售出量级 A350 的未来会远远被波音压着打。A350 的机身长度为 66.8 到 73.79 公尺，翼展 64.75 公尺，最大起重量为283公吨至322公吨，标准载客量 A350 900是300， A350 1000为350，巡航速度为 0.85 马赫，航程 A350 900为15750， A350 1000为16700，引擎选择有 Trent XWB84 跟 XWB97 可以选择。A350 外表与787我觉得最不同也是最特别的点是黑色墨镜与弯卷小翼，也是这2点让我对 A350 更加印象深刻。毕竟你有看过一台飞机的小翼是弯卷式的吗？除了这个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它是弯卷小翼的关系， A350 的外观与787比起来会更加优雅。不过与优雅型相比呢，我会更偏向787这边的设计。在上次第1集的影片里，有观众提出比较不相等的问题，那么这一次我们就针对787-9与 A350 900来进行比较。我们先从外形说起吧。首先是机头的部分，两架客机比较起来，787会更加圆润，而 A350 会比较尖，而且还有一个帅帅的墨镜。如果鸡皮要我选择的话，我会选 A350，毕竟那个帅帅的墨镜真的是太帅了。
而且我也偏好零零角角设计。而机体设计的部分，两者设计相似，比较不一样的是787引擎锯齿外壳及350的弯卷小翼。不过如果以辨识度来说的话 ，A350 反而是更好认的，787就只有锯齿状引擎外观可以辨认。机翼的部分，我还是会偏向787的设计，没有小翼的设计，我是会比较喜欢的。接着就来比较两者在飞行上的效能吧。两架客机的引擎差异不大，但787选择方面会优胜于 A350。原因是787有2颗引擎可以挑选。以航空公司的角度来想，如果我是 CEO 的话，我当然是会选择有较多选择性的飞机。我可以依据航空公司的信仰，我是说习惯及偏好，去选择对航空公司有利的引擎。偏好奇异就选奇异，习惯劳斯莱斯就选择劳斯莱斯。两家在燃油效率同样势均力敌，那我们就拆更细一点来看。首先，每小时的绝对油耗 ，GYC9 机身比较轻，巡航速度每小时大概烧 5.5 到6吨油。A350-900因为机身重一点，差不多落在 5.8 到 6.2吨。单看这个数字，787会略胜一筹。但如果换成每个座位的油耗，情况就会反过来了。A350-900虽然多烧一点，但它能多塞几十个座位，平均分摊下来，每座位油耗反而比787省个 3% 左右。所以哪一架比较省油？我会说看你问的是哪一种省。787省的是整趟飞下来总共烧多少油 ，A350省的是每个乘客分摊到多少油。对航空公司而言，这2个数字都很重要。那么就要看载客率及航线而定，载得越满 ，A350的优势就会更为明显。这边老实说，787会比较吃亏一点。问题出在劳斯莱斯的 Trent 1000引擎，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传出叶片裂痕啊、耐久度不够的毛病，严重到劳斯莱斯自己承认，全球大概500颗引擎都中标。英国航空、维珍航空这几年都因为这个被迫减班，引擎送修一次要等快300天，飞机就只能待在维修坪罚站。也因为这样，波音才会让787开放奇异的 GENX 当第2选择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分散风险啊。A350用的 Trent XWB 算是踩在 Trent 1000的问题上去做修正的，目前耐用度评价好很多，加上模组化设计，坏哪换哪，理论上维修效率更高。但如果只看整体成本，787-9每航段成本还是比 A350-900低个 8% 左右。所以虽然787引擎这块比较让人头痛，但整体营运上还是有它的优势，这就是航空公司自己要去权衡的事情了。2023年之间，787无任何伤亡记录，直到2023年的印度航空171号空难发生之后。另外，787也曾经于2013年锂电池起火事件，全球停飞3个月。2024年又有内部工程师爆料说，机身对接缝隙有问题，功能要用蛮力硬压才能对齐。这个争议到现在都还没完全平息。而 A350这边比较重大的是2024年初的羽田机场那起跟海保厅飞机相撞起火的事故，所幸379人全数撤离成功，疏散设计算是经得起考验。其实仔细来看的话呢，这2架飞机的安全记录已经比某个 Max 机型好很多了。虽然都出过事故，不过正常人遇到的几率是1/1000，也不必太去担心。操作手感的部分，我只能说看个人喜好了。787与350个别采用中央驾驶感以及侧感，就看你喜欢哪一种操纵方式。我个人还是偏好波音的中央驾驶感。乘坐感受这部分应该是大家最有感的。机舱宽度 A350 略胜，350是 5.59 公尺，787是 5.46 公尺。反映到经济舱座椅 ，A350 通常坐18寸，787普遍是17寸。短程没差，飞个10几小时，你就会懂这1寸的意义。但787也有自己的强项，就是那个被讲到烂的电子调光窗，以业界标准大 65%， 不用拉窗帘，按个按钮就能调暗。这点 A350 还是使用传统的遮阳板，没有跟上。中间上350巡航时安静2到3分贝，长途飞下来这个差距会被放大。整体来说，350赢在空间跟安静，787靠窗户讨喜，两边都有始终的粉丝，看你在意哪一种舒适。那我个人会偏好空间与安静，所以787不好意思啦。
机场适应性的部分呢，787比起350会更略胜一筹，原因是因为787的翼展的部分比350还要短一些，在某一些特殊机场，例如松山机场，787的适应性会更加优秀。说了这么多，你觉得两架哪一架更适合你飞呢？其实我觉得这次比较的这两架我都各有喜好。787我喜欢它的无小翼设计，350我喜欢那个帅帅的黑色墨镜。787的操纵感有着与350截然不同的体验，350的优雅感胜于787。这样说起来确实会让人蛮难决定的，但这就是比较的乐趣。详细比较机型之间的差异性，并好好观察异样之处，这就是这个系列的初衷。当然，每架飞机各有优缺，就像上集举例的国民车及性能车一样，依你的使用情境去做决定。无论是经济实惠还是奢华套餐，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客机。那么谁更适合飞？下一集我们将比较另一种客群的客机，究竟下次比较的客机是谁呢？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